那刚刚说到你的解从通解要变成特解，你又决定把这个 C 给决定出来，把这个 C 给决定出来。那如何决定我的 C 啊？如何决定我的 C？ 我们透过的方式就叫做我给予你一些初始条件啊，我给你一些初始条件。好，给你一些 initial condition， 你透过给了 initial condition 之后，我就可以把这个 C 在通解里面的 C 把它决定出来啊，决定出来。那我们给初始条件的方式就是说，我要针对同一个 x 值，然后我给定它的针对同一个 x， 我给定它的 y 值，或者是 y prime 值，或者是 y double prime 值，看我有多少，我的问题是几阶的。OK， 如果一般而言我们是一个一阶的问题的时候，你通常只需要给前面这个。如果你是二阶的问题，你的初始条件就要给这个跟这个；你是三阶的问题，这三个都要给。OK， 懂吗？所以我们等一下就可以看看下面这个例子，马上就来看到说，我的 initial condition 怎么样给我，然后我就可以把我的通解变成特解。OK， 就是把那个 C 给决定出来。OK， 所以这边特别注意到，我们这边是针对同一个 x 啊，也就是我告诉你说你的y of 0等于多少？比如等于3好了，这我给你一个条件。那这个时候这个0，这个 x 就是0嘛。那我给 y prime 是0的时候，它给10这样子。那如果是针对同一个 x 给，那这个叫做 initial 它的初始条件 initial condition。好，所以我们很快的可以看一下 example 1。好，我们看 example 1，他说 consider the initial value problem 啊，题目说这个叫做 initial value 的 problem。通常你看到题目刚刚问你的时候，就是说他要你解一个 ODE， 但是我会给你 initial condition， 所以你的初始值会被知道是什么，所以你的答案里面就要给我一个特解，就是不会有那个 C 的，就是要得到一个 particular 的 solution。OK， 所以看到题目如果问说 solve the initial value problem， 指的是我会给你初始条件，你要把你的答案算出来，那不会有那个 constant C。好了，所以我们看看这个问题，其实没有很复杂，它就是这样子 ，y prime 加 y 等于2，然后我给你一个初始条件叫做 y1 等于-5。好，那我要把这个。我最后想得到什么？这个问题最后就想得到，请问你告诉我 y 等于什么东西？看你是要用显函数的表示法还是隐函数的表示法都可以。好，你把这个答案存出来。好，那假设各位当然现在还不知道怎么解一个微分方程嘛，对，你还不知道怎么解微分方程。那这个 example 只告诉你说，我如果告诉你它的通解长什么样子，那你如何透过这个 initial condition 把那个constant 给决定出来，而得到你的特解。OK， 所以这个问题好，他告诉你说啊，我的 solution 其实就是 y 等于2加上 k1 负 x。你先不用管这个答案怎么来，假设它是这个解，所以你可以自己出来看，你把这个答案带进去，看它会不会合，看它会不会合。OK， 所以我们就不带了，你自己可以去练习看看。他现在告诉我，这个就是它的解。那其中这个 k 是什么？我们刚刚说 initial condition， 我们前面用 c 表示，就是说解这个 c 啊，把这个常数给确定下来，用这个 c。可是有些时候书上或什么他们会用 k， 所以 k 跟 c 啊，代表都是一样，所以它就是一个待定的常数。甚至我们以后你可以自己取，我叫做 a 啊，或叫大 B 啊，这都是你自己可以决定的。OK， 你要用什么样的符号？
那这边的 k 也是一个待定的 constant， 所以在这个问题里面，我们就是要把这个 k 给求出来，透过你给我一开始的这个 initial condition y of 1等于-5。好，所以我就把这个值带进去了。好，把带到哪里来？带到这个 x 的位置来，所以是2加上 k 的-1次方，对不对？然后这答案会等于-5，会答案等于-5，所以你就可以算出 k 是多少了吧？好，这 k 会等于多少？你把-5这边移过来，不就是-7吗？然后乘上1，是吗？所以这个就是我的 k 值。好，我的 k 值算出来了。那这时候我要求，因为它题目说是 initial value problem 嘛，所以我这个 k 还要再带回去原来这个是我的通解。OK， 我把它带到这个通解来，所以我会把这个值带进去，所以会得到 y 等于2加上什么-7 然后的-x。那这个就是我的特解 particular solution。所以解这个 initial value problem 就是要求我的特解，好，所以你看看这个答案，这是你的特解。好，我们也可以把它整理一下，好吗？我们把它整理看看。所以这个 y 呢，我就写在旁边就好。我把它整理一下，得到 y 等于2减掉7，然后的什么-x 减1，啊，是变这个答案。好了，所以你看看，我为什么要故意把它写成整理成这样的？因为你看看你的 y 带进去，你这个带到这里来。然后这个指数就会变0了，1的0次方就是1，所以2减7就是-5，所以你很容易的就看到，哦，果然它是有满足这个初始条件的。OK， 它有没有满足？有，它满足这个初始条件，可以吗？好，那请你记得，如果我的初始条件给的不一样，我算出来的这个 particular solution 就会不同哦。比如说我现在 y 现在是给-5，对吧？那如果我今天给的这个 initial condition， 我告诉你说。initial condition 我们就写成这样的 IC 我如果说 y2 呢，现在给-7的话，那你其实算出来的这个 k 值就会不同了，所以你最后的特解也就会不一样啊。于是你的 y， 你的最后算出来的 k 那个待定的 constant 就会-9平方。OK， 那你这个值就会带到你原来的这个通解里面去了。所以当你给定的 initial condition 不一样的时候，它算出来的答案是不一样。所以从这个例子，你要先了解你的 particular solution 是跟你什么有关？跟你给的 initial condition 有绝对的关系的，有绝对的关系。OK， 所以到目前为止，你知道 OK 什么叫 initial value 的 problem， 你知道怎么把我的通解，然后想办法透过 initial condition 而去得到我的特解，对不对？好。